2024年智慧型手机的 AI 能力越来越强大，无论是在相片修图的表现，或是在文字生成的能力，都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惊艳。不过，其中有一个功能是非常多朋友都会使用到的，也就是每款手机发表时几乎都会提到的 AI 橡皮擦。这个功能顾名思义，就是把相片中不需要的物件移除，并补上背景。所以我这次找来2024年最顶尖的3款手机，直接来比拼一下，看看谁的 AI 橡皮擦功力最强大。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这是 AI 橡皮擦的比较，找来3款2024年最旗舰的机种进行评比，分别是 vivo X200 Pro、OPPO Find X8 Pro， 还有三星的 Galaxy S24 Ultra。之前在 YouTube 上发文说要制作这个专题时有观众问我为什么没有放入 iPhone 16 Pro？ 其实不放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 AI 橡皮擦能力真的没有很强，那所以我怕它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另外一个主因就是我手上没有这只手机，这个才是真正的主因哦。这次评比，我想蛮多朋友都有参与到票选活动。第一轮的票选是让大家还没有看到结果之前，先猜猜哪一款手机的 AI 橡皮擦功能最强。截至拍这支影片之前，得票最高的是 vivo X200 Pro， 第二高的是三星 Galaxy S24 Ultra。那这表示我频道中喜欢 vivo 的观众会比较多吗？还是大家真心觉得 X200 Pro 表现会更好？那这一次大家投票的结果是真的是最后的结果吗？我们等一下就会知道。第二轮的投票就是让大家在不知道哪一款手机的情况底下，判断哪一只手机的 AI 橡皮擦能力更强，也就是盲测的意思。大家选择到底是哪一只手机呢？你可能应该不知道吧？不过我们等一下就会揭晓了。那这边也非常感谢各位参与这支影片的制作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投票。好 ，AI 橡皮擦的 PK 现在正式开始。这次测试的3款旗舰手机，其实 AI 橡皮擦功能都非常的强大。不过我们先从操作直觉性开始讲起。S24 Ultra AI 橡皮擦功能要先从相簿中找到照片之后，点选下方的 Galaxy AI 功能，那圈选或是点选所要选取的物件。那圈选的方式，只要大致画一下就会自动辨识圈选的物体点选方式比较特别，你要长按这个移除的物体，它就可以大致上去圈选了。不过我觉得这准确率非常的高那确定好圈选之后，再按一下圈选物件，它就会出现橡皮擦的图示。按下橡皮擦图示之后，最后记得再按下下方的生成，就会开始执行。总共需要操作的次数，从点选下方 Galaxy AI 按键开始为5次。OPPO Find X8 Pro 同样进入相片找到照片之后，就可以开始。首先点选编辑，接着进入 AI 图像助理，在功能中选择 AI 消除，最后也是大致圈选之后，就会自动执行消除。整个步骤需要操作4次。vivo X200 Pro 的方式大致相同，进入相簿找到照片之后，先按下编辑，接着就可以看到 AI 消除选项，点选大致画一下之后，一样可以进行消除。整个步骤需要操作3次。以操作的直觉便利性来说 ，vivo X200 Pro 可以更方便的执行这个功能。AI 的另外一个重点是执行的速度到底快不快，会不会要你等很久？所以我们直接把 S24 Ultra、X200 Pro 还有 Find X8 Pro 放在一起比较，执行的速度会从进行 AI 消除这个动作开始，到完成清除后结束也就是前面的操作步骤我们都不会算进去。实测结果 ，X200 Pro 只花了3.12秒就完成处理。Find X8 Pro 也很快只花了6.08秒，但 S24 Ultra 居然花了13秒才完成。以速度来说 ，X200 Pro 的效率真的很惊人，但重点是要能真正清除想要消除的物体才是重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实测。这次的 AI 橡皮擦效果实测总共有10组照片，这10组照片都会经过 vivo X200 Pro、OPPO Find X8 Pro 还有三星 Galaxy S24 Ultra 3款手机进行实测，用 AI 橡皮擦消除的效果到底如何呢？先感谢大家踊跃的投票，而且所选出来修图的效果比较好的照片都跟我选的差不多那这10组照片其实难度上有不同的差异，最简单的就是单纯消除物体并补上基本的背景，难度比较高的有前景也有背景这部分就需要很好的 AI 来理解照片中的物体才能更好补上更好的画面。
那评分方式很简单，观众票选最高分的就是2分。那我选出来觉得不错的就给1分，但我选出来可能不只有一组哦，所以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开始。那第一张图呢是移除画面中的烘豆机，先公布选项对应的机种 ，A 是 Find X8 Pro，B 是 S20 Ultra，C 是 X200 Pro。那这张没有什么意外，得票最高的是 X200 Pro 哦。那我同样也是选择这一支手机所处理的照片，但比较让我讶异的是，Find X8 Pro 它所谱上的图真的有点诡异啊！而且我还给它很多次机会重新来过，所产生都是类似的物体，这个部分真是让人有点困扰啊。所以这题 X200 Pro 得到了3分。第二张图也是移除画面中的烘豆机，但后面加上了人，也就是我本人啊。难度就是要怎么补上画面中烘豆机遮掉的人的部分哦，这难度有一点高啊。我先公布一下对应的机种 ，A 是 X200 Pro，B 是 S20 Ultra，C 是 Find X8 Pro。得票数最高的同样也是 X200 Pro 所处理的，基本上它补上了手的部分，我觉得画面很合理。但选项 S20 Ultra 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它很理解我穿的是短袖哦，所以补上的衣服也是短袖。但是你看一下 X200 Pro，它补上的是长袖哦。不过很无奈，它移除烘豆机的时候，它产生了一个不晓得是什么样的物体哦。但是最糟糕的还是 Find X8 Pro， 它直接把我变成杨过了。我很想给它负分啦哦，这个让人觉得不晓得他在做什么啊。这个人的部分我觉得很重要，一定要生成对，不然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这题部分呢，我就是选择了 X200 Pro 跟 S20 Ultra， 所以X200 Pro 得到了3分 ，S20 Ultra 得到了1分。第三张图跟第二张图其实是一样的哦，但要移除是后面的人我们先公布一下对应的机种 ，A 是 Find X8 Pro，B 是 S20 Ultra，C 是 X200 Pro。基本上3张图我觉得都处理得不错，差别就是在跟人重叠的部分的烘豆机会怎么处理。大家选出来最好的修图表现是 X200 Pro， 以烘豆机的完整性来讲 ，X200 Pro 的修改程度比较小，所以我也选择 X200 Pro。那这题呢 ，X200 Pro 呢得到3分。第4张图是要移除马路上的人，那个人就是我重点就是要看路面修补的程度。先公布一下对应的机种。A 是 X200 Pro，B 是 S20 Ultra，C 是 Find X8 Pro。大家选择的答案又是 X200 Pro， 它真的是在路面上电线所造成阴影处理起来是比较合逻辑的，所以我选择了 X200 Pro， 所以这题 X200 Pro 得到3分。第5张图跟第4张图其实是一样的，不过要移除的是画面右边的车。先公布选项对应的机种 ，A 是 X200 Pro，B 是 S20 Ultra，C 是 Find X8 Pro。这题我觉得难度算是蛮高的不过这题大家选择的答案总算不是 X200 Pro， 这是由 OPPO Find X8 Pro 所处理的。我也认为 Find X8 Pro 处理的非常的好，不过 X200 Pro 这张图其实也不差，所以这题我给 Find X8 Pro 得到3分 ，X200 Pro 得到1分。第6张图是要移除画面上的人，还有手拿的滑板。我先公布一下对应的机种 ，A 是 Find X8 Pro，B 是 S20 Ultra，C 是 X200 Pro。这题的难度是要理解人后面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大家选择的答案，怎么又是 X200 Pro 不过我觉得 Find X8 Pro 也处理得非常好，所以我这一题呢就给 X200 Pro 得到3分 ，Find X8 Pro 呢得到1分。第7张图，大家应该知道这是101前面的 LOVE 装置艺术。先公布对应的机种A 是 X200 Pro，B 是 Find X8 Pro，C 是 S20 Ultra。这题大家总算选择到的答案是 S20 Ultra。不过我觉得这张图的处理可能就要看到细节了，因为选项中的图比较小，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后方的行人的脚Find X8 Pro 其实并没有处理得很好，看起来是有点诡异的。所以基于人的部分一定要处理很好的原则，我选择 S20 Ultra， 所以 S20 Ultra 得到了3分。第8张图的难度超级无敌高，先公布对应的机种 ，A 是 X200 Pro，B 是 S20 Ultra，C 是 Find X8 Pro。这题真的非常的难，我的期待是可以移除椅子上的人，当然希望椅子可以保留下来。这题大家真的是完全没有悬念，选择的是 S20 Ultra， 我也投 S20 Ultra 一票但比较有趣的是 X200 Pro 就产生了一只公鸡，这个 AI 的想象也太有趣了所以这题我给 S20 Ultra 3分。
第9张图的难度一样非常的高，要把车站内部的人移除，但不要动到前景跟背景。先公布一下对应的机种 ，A 是 Find X8 Pro，B 是 S24 Ultra，C 是 X200 Pro。大家选择的答案是 X200 Pro， 但这题我跟大家选的不一样，我选 Find X8 Pro。其实这个也是比较要细看才能看到比较的图啦，当然是给在网站上的图是比较小的哦。其实，在照片中啊 ，Find X8 Pro 的处理上啊，它完美还原的车站中的木板凳，比起其他2张照片，上面都还有残留一些东西要来的精致一些。所以这题因为观众票选的关系，所以 X200 Pro 得到2分，那我自己就给 Find X8 Pro 得到1分。终于来到最后一张图了，这是要把101广场上的人全部消失掉，变成空景。先公布对应的机种 ，A 是 S24 Ultra，B 是 Find X8 Pro，C 是 X200 Pro。得票最高的是 X200 Pro。这题基本上对于 OPPO 跟 vivo 其实比较有优势的，因为他们都有自动侦测行人的辨识，而且可以自动去移除哦。那在 X200 Pro 跟 Find X8 Pro 的都处理得非常好，所以我2只手机都选哦。那关于这一点，其实我还蛮期待接下来 Galaxy AI 也能开发出自动移除行人的功能，毕竟这个功能其实还蛮好用的。所以这题呢 ，X200 Pro 得到3分 ，Find X8 Pro 得到1分。以上10张图的处理结果还有大家的选择我可以归纳出一个重点：大家期待的移除物体是真的要移除干净，而不是产生一个新的物体来取代哦。另外，我的原则就是关于人的部分，一定要有合理的生成，这是一种感觉的问题，谁都不想要少了手或是断了脚哦。那这个我觉得是蛮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AI 一定要在这个方面处理得非常好。最后，背景生成的部分，我认为3款手机都有各自表现比较好的场景，但没有办法判断哪些场景适合哪一款手机生成。毕竟表现相对比较好的 X200 Pro 在知名景点LOV 装置艺术前所生成照片其实变得有点特别这应该是要在网络上到处都可以收集到的资料照片，所以要生成应该不太困难吧？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可能要加强一下。好，经过漫长的评选之后，大家有默默累积分数了吗？所以我们最后就来公布一下得分。第3名是得到6分的 OPPO Find X8 Pro。基本上我觉得这款手机的 AI 幻想其实有点严重，而且所补上的图的合理性比较低虽然偶尔有佳作，但我认为整体表现并不是很理想。那第2名部分是得到7分的 Samsung Galaxy S24 Ultra。虽然在移除物体的时候，它也会补上另外一个物件，但至少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奇怪。而且最令我惊艳的是第8张图，居然可以完整的还原椅子，这个实在太强大。我觉得它对于复杂场景的处理S24 Ultra 表现真的不错。如果复杂场景的图多一点，或许我觉得 S24 Ultra 的成绩会更好。那这次拿下第1名的就是以压倒性成绩21分的 vivo X200 Pro。它的表现应该不用我多说啦，非常符合大家对于 AI 橡皮擦期待的功能哦。另外 ，X200 Pro 无论是在操作的快捷程度还有处理的速度跟处理的效果，表现都是最优异的。所以我这边宣布 vivo X200 Pro 拿下这次 PK 赛的冠军。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AI 橡皮擦 PK 大战的内容啦。但对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结果你不服气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找到 Kissplay FB 粉专上私讯你要处理的照片给我。等我收集满5张之后，我就会开始第2轮的 AI 橡皮擦 PK 大战我们来重启一次，看结果是不是一样。那就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 我们下期见拜拜。